个检调难道都不需要被究责吗？台湾真的要走上这样的一条不归路吗？赖清德踩了这个红线，在柯文哲案里抓了这么多人，那这一条人命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司法沦为政治的打手跟鹰犬？谁该负责？这背后道德义务责任是谁逼他走上断头台的？台湾人民心中的最后的那个底线，经过昨天的悲剧，根本让人家觉得他是在压力底下配合的。昨天这件事情为这整个荒腔走板、非常荒谬的司法赔尽了一条人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为什么说司法要给他一个这么严厉的界限？司法只能被动，不告不理，不可以主动的去说三道四。第一个，第二个，司法你只能在你的司法的权限底下去判案。过去一整年大法官会议很多的解释，他就超越了这个红线，他等于是司法立法，他干预了跟他一样大的立法权。他没有权利去干预立法权，检调到法院。赖清德踩了这个红线，他在柯文哲案里面抓了这么多人。如果今天他开庭了之后，让大家发现哇，真的有掌握了实质的证据，一刀毙命，我觉得在台湾人民的素养大家没有话说。可是在你整个办案的过程充满了政治的操作，一直绘声绘影尽简办案，大家都没有看到真正让大家心服口服的证据。人也被你压了好几个月了，终于开庭了。结果一开庭，所有的人真的跌破所有人的眼镜，不但没有真正可让柯文哲案一刀毙命的这种所谓的自白，然后这些自白让你觉得荒腔走板。像彭正生经过昨天的悲剧，根本让人家觉得他是在压力底下配合的。你就发现这整个的案子，昨天这件事情为这整个荒腔走板、非常荒谬的司法赔尽了一条人命，整个的氛围是不一样。我觉得他踩到了台湾人民心中的最后的那个底线。即便有人可能还半信半疑的时候对柯文哲案，可是开庭了以后发现，为什么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证据？我觉得这件事情简直是离谱，太离谱了。就开庭了以后还继续压柯文哲等人，这真的是超越了我的红线。那他妻子用生命其实就是在向全台湾人告白，他们家承受多大的压力，超出了他们一个正常人可以忍受的范围，所以他就是以死明志。彭正生在出庭闻此噩耗，任何人都不可能承受得起，所以他现在非常有可能会翻供。那他的心声当下所讲的话也吐露出说他是在压力底下配合检调的，而这么庞大的一个压力，他其实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最惨烈的方式以死明志，那他要保护的人都没了，他又何必再继续忍辱偷生？那如果是这样，整个柯案是不是很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彻底的崩解？那你这个检调难道都不需要被究责吗？那这一条人命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司法沦为政治的打手跟鹰犬？是一条人命谁该负责？虽然他的确是自杀，但是这背后道德义务责任是谁逼他走上断头台的？所以难道台湾的司法，难道台湾的检调，难道这些法官、这些检察官他们的良心，我很好奇昨天他们内心是怎么样的感受？人命能不能唤起他们的良知？台湾真的要走上这样的一条不归路吗？台湾难道要变成这样的社会吗？是因为颜色政治立场的不同，你看到不同阵营的人，你也不把人家当人看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种连最基本的将心比心都没有了呢？不是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善良吗？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那你为什么这样子一个他可能一辈子心目中都是人家家人心里的骄傲对不对？以身为他的妻子跟他的家人为荣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当上台北市副市长的耶。你让一个人都活到了60-70岁了，如何能够承受呢？一辈子的光荣变成一辈子的侮辱。就人当变成禽兽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在非洲，他们有一些他们真的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尤其像刚果大战里面，这里面他们用了很多那种儿童兵写钻石，像横手是这些刚才姐所讲到，他们是司法官他们是受过严格的考试训练，读书都是高学历分子。我觉得这里面最恐怖的地方是一种集体的堕败跟沦亡。为什么彭正生的太太最后她只能以跳楼作为一个结因？她本来
因为有忧郁症，所以彭正生很担心他前面已经被压了几个月嘛，所以后来为什么彭正生的认罪协商现在传出来是说，当时为了担心太太的状况，所以他做了认罪协商。其实这已经对他来讲，他的良心对自己是过不去，因为他有哭喊，有嘶嚎，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讲都心如刀割。所以彭正生他自己现在的心理状态、身心状态，其实是非常需要有人看顾。目前知道的一个案情的状况就是说，那个他是回到高雄去自杀嘛，那本来其实他这个彭正生的太太，他是要陪彭正生去出庭，睡前就是彭正生念了几句这个案情的问题那他太太据说就有忧郁症的一个状况，所以心情比较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直陪着他，你就知道伉俪情深啊。有忧郁症的人，他特别的脆弱，没错没错，特别的需要有人不断的陪伴在身边，没错。高危选群，那你想想看，对彭正生来讲，他又是何其他心里的负担多重，是结果呢，他最不想要看到发生的悲剧还是免不了发生了，因为他去出庭，他人就不在他太太身边啊。没错。那他可以因为这样请假说，那我不要出庭嘛，因为我太太的状况不好。那他太太就起床的时候，彭正生准备要去出庭嘛，因为他太太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了，然后有留下早餐，他太太就搭了首班的高铁回高雄，非常的早，大概到6点多的是高铁，然后8点20坐计程车回到了黄兴路的住处。8点50呢，到家与警卫寒暄一句呢，说很久没有回来这里了。回到房子里面，一到13楼就跳下去了，时间是9点01分，所以相当于是前一天他们夫妻俩到了台北要开庭，他太太可能昨天晚上心情一直过不去，然后一大早坐的高铁就回高雄最早班，所以看起来心意是非常的坚定。彭正生今年也74岁了，他是个退休公务员嘛。对呀，现在这个案子继续缠讼下去，他能够撑得了多少呢？就是因为这么坚决，所以背后才会让人家看到悲伤跟愤怒2块。这才是这个案子，我想他的后续效应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件事就能够阻止赖清德的意志吗？他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对这件事表达任何的想法。我认为他绝对不会说任何一句。后面那就要看民进党的人只会骂在野党说不要消费人家，造成悲剧的人叫承受悲剧的人不要消费悲剧。你不准悲伤，这不是非常的可悲吗？那今天早上陈佩琪医师柯文哲的太太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因为彭正生在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是被冤枉的，这几句话回荡在北院这边嘛。然后后来呢，当然因为其实庭也开不下去，就让彭正生回去办后事陈佩琪听到之后呢，也哭，也是当场悲伤他也讲到说争取司法公平正义该跳楼的是陈佩琪。当下我看到后面就是在采访陈佩琪的记者当下都绷不住那个表情就开始扭曲，然后偷偷这样拨眼泪。那个女记者就在陈佩琪的后面。陈佩琪也是令人担心的，因为陈佩琪也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心理的压力。你想想看，人家也是，然后身为柯文哲的妻子，本来是万众瞩目的，不是太阳也是太阳旁边的星星嘛，对吧？结果他这辈子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先生会变成阶下囚，所以我相信他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一定会造成对当事人的刺激，除了彭正生家当然是最直接，可是你说柯文哲家会不会受刺激？那陈佩琪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激荡？也一定会啊。心情本来就很起伏了，每一次遇到要开庭的时候，对吧？对，结果又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悲剧，那个冲击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刻就变成陪伴很重要，不要刺激他，让他们在心情上面能够尽量的稳定，不希望这个悲剧会被扩大，对不对？我们都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发生。台湾不是讲做社会安全网吗？不是蔡英文答应我们的吗？不是赖清德答应的吗？社会安全网，那为什么没有网住这些人呢？为什么没有网住这些人从楼上往下跳呢？这个时刻啦，我真的是希望台湾不要什么事情都政治化。如果今天整个的司法都彻底的政治化的时候，我告诉你，这真的是一条不归路，潘朵拉的盒子是不可以随便打开，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像电视台是不可以随便关的，司法是不可以拿来抓政敌的，不可以的。这律师就直接告诉法官说，我要带我的这个当事人去医院来去看他太太的最后一面。那后来法官就是考量说，以现在彭正生的状况呢，就算来出庭做相关的证词，恐怕证据力也是不太足够的状况，因此就当场准许了彭正生的律师去陪同彭正生来到医院。